他第一次见未来女婿就大为震惊。Motherfucking Flemings are in the house! Yes! 对方不仅语言粗俗，还当自己的面条系老伴。老头受不了了，说自己最多待半个小时。一旁的女儿让男友赶紧把衣服穿上，谁料他却表示这是自己特意准备的惊喜。小伙当着众人的面转过身子，没想到他竟把女友的全家福纹在了背上，甚至连家里的狗子都没落下。Gosh, it says Happy Holidays and everything. 莱尔德的行为虽然很是奇怪，但他却是个多才多艺的富豪，年纪轻轻的就开创了家游戏公司。简单的寒暄过后，他就带着大家参观自己的别墅，员工们都在自己的家里工作。听说老丈人喜欢保龄球，他便专门加装了一个运动房，还特意挂上父子俩的画像。而对于热爱艺术和摄影的丈母娘，莱尔德在家里的各个位置都摆满了一件件特别的艺术品。Oh, that looks like a real dead moose. Well, that's exactly what it is, Ned. A dead moose suspended in its own urine. It's meant to symbolize the way that our culture has imprisoned our minds. 虽然莱尔德花费了不少的精力，但是老德还是反对女儿的选择。他认为莱尔德太过于轻浮，不仅满身都是纹身，还脏话从不离嘴，甚至连年纪都比女儿大了10岁。除了有钱，他找不到任何的优点。芬妮感到非常抱歉，自己应该早些告诉父母的。可是他不知道在电话里怎么才能说得清楚。 Jumping to conclusions before you even got a chance to know him. Well, now we know him. No, you don't. You've been here for 15 minutes. 他希望爸爸能在这过完圣诞假期，多给莱尔德几天时间。他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。Really important to me. 那都非常疑惑，那个哪儿都不是的小伙子，究竟是什么魔力，让自己的闺女这样死心塌地？于是他答应了女儿，会在这儿待到圣诞结束。终于到了夜里，厨师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而老德只是一眼就相中了桌上的可食用报纸，因为自己也是印刷厂老板，他很喜欢莱尔德这个创意，同时也对他增加了不少的好感。老德问起二人的恋爱过程，莱尔德只要一说起芬妮，并不再是脏话连篇，而是不停地夸赞对方付出的瞬间。他记得住女友的每一个喜好。然而根本不会说假话的莱尔德渐渐暴露了他们的相爱时间，可是这和女儿的描述完全对不上号。 Steph, over the phone you said you've only known each other for a couple of months. It was super casual at first. No, it was not. 耿直的莱尔德立马纠正了女友的错误，一五一十地交代他们在一起的所有细节，包括二人约会3次就确定的关系，还在情人节那晚就去了酒店。莱尔德爆的料一个比一个劲爆，一旁的老德气得头都快炸了。 Wait a minute. You say you're living together? Yeah. No, we do not. Okay, 5 nights out of 7. 芬妮瞒了这么久的秘密，今天全被他抖了出去。自家的白菜被拱了快1年了，老德现在才知道真相，气得他一直在房间咒骂对方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本以为是女儿前来认错，没想到来的竟是失身的莱尔德。他被女友训斥了一番，知错后的他赶紧来找二老，为自己白天口无遮拦而道歉。 When I get nervous, all kinds of crap comes flying out of my mouth. Well, you did. It was, I mean, you didn't, but it's okay. 得到了二老的原谅，莱尔德瞬间打开了话匣子，谈起了自己的童年。因为他爸爸抛弃了母子，而妈妈也从来没有管过自己，所以他不知道如何与长辈相处。但是从今以后，自己会将两人视作亲生父母对待。得知他悲惨的遭遇，二人心里也多了一份理解。毕竟通过自己能有这样的成就也实属难得。莱尔德提出了想体验父子时光，请求老丈人明早一起晨练，老德无奈只好答应下来。 My instinct is to hug you right now. Good night. And it's raining on me. Though they found 第二天，他起了个大早，期待着和老丈人的独处时光。可是对方还没出门就被困在了厕所里，因为没使用过智能马桶。老德在家里也没找到一张手纸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尝试按下没有英文标识的清洗键，瞬间一股暖流喷向自己。原来老德按错了性别，被水喷成了落汤鸡。好在家里还有一名专业又尽职的管家，完全不在乎任何的尴尬，进来帮老德处理好了一切问题。 I had some stomach problems last night. I can guarantee you it was the bear. 老德换了身衣服，来赴昨晚的晨练约定。可是管家竟冲出将莱尔德扑倒，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把一旁的老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两人并没有下死手，管家表示这是每天的随机特殊训练，防止莱尔德以后被人绑架。解释完一切，管家便匆匆离去。莱尔德则带着老丈人来到丛林的帐篷里，在这里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。原来莱尔德想在圣诞节向芬妮求婚， So I'd really, really like your blessing. 可是老德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劝说对方冷静些，因为自己对他还没有足够的了解，而芬妮的年纪还太小，
甚至大学都没毕业。莱尔德请求对方给个机会，好在老德也不是完全油盐不进，在他们的商议下，最终二人达成了共识。只有莱尔德在圣诞前得到一家人的认可，他才会按计划向芬妮求婚。I just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is if it was Pinky swore. I see what you mean. Cool. 还没开始执行计划，莱尔德就靠着自己的游戏完全拿捏住了弟弟。对方还主动跑到老爸面前夸赞莱尔德简直是个天才。可是因为心中的成见，老德还是看着这个拐走闺女的黄毛哪都不顺眼。莱尔德为了讨好他们，特意举办了一个狂欢派对，这氛围简直搞到了丈母娘的心坎上，完全抹除了在他心里糟糕的印象。而老德虽然不太喜欢这种派对，但他也不是一无所获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莱尔德竟请来了一个商界大佬。Where are you from, boss? Michigan. Michigan. You're in the car business? No, printing. Ned Fleming. Elon Musk. Tesla Elon Musk? Yeah. 凭借自己强大的人脉，莱尔德让自己在老德的心中加分了不少。派对结束后，芬妮又拉着老爸谈心。其实她爱上莱尔德，是因为他与老爸很像。You're both the most honest and authentic men that I know. It comes out in totally different ways, but I swear his heart is always in the right place. He's a very good guy. 看着女儿坚定地选择对方，老德也试着让自己开始接受莱尔德。第二天，莱尔德又带着他挑选圣诞树，二人又有了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。他问起老丈人最近有没有什么困扰，老德也没拿对方当外人，谈到了自己的印刷厂近些年都在走下坡路，若不能顺利转型，必定会倒闭。 Well, you know, every business has its ups and downs. Yeah, I know it, bro. Korea gang, been struggling a little bit. 又经过一上午的相处，老德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小伙。莱尔德也兴奋地让对方参谋起求婚的方式。老德劝他先不要着急，如今更要紧的是芬妮的学业，最后这2个学期对他非常关键。 And then there's graduation, and she'll be looking for a job, and who knows where that will take her. Do not worry. She's going to be president of the Laird Mayhew Foundation. 得知了这个消息，老德感到非常气愤，立马找到家人们召开紧急会议。他不愿女儿过分的依赖男人，而且这一开会，他才知道原来妻子早就知道这事，只有自己像个傻子一样。虽然妻子不反对女儿的想法，但老德认为女儿抛下学业去做董事长，简直是个愚蠢的决定。若是出现意外，他就成了一个大学肄业的失败者。二人的观点还没谈拢，老德又意外发现女儿的腰上竟然有纹身。 You've marked your body with his name on. Look at that, Barb. No, that is so cute. 一旁的弟弟见状，表示自己也想在脖子上纹一圈图案。老德快崩溃了，认为莱尔德的出现就是为了拆散他家而来的。他想起了对方提到公司效益不好，于是联系了自己的员工，准备黑进他公司的系统里查查莱尔德基金会的真实情况。可老德丝毫没有意识到，这是令他最为后悔的一次行动。老德偷偷摸进办公室，只是刚打开电脑，桌面壁纸就让他大吃一惊。在技术员工的在线指导下，他顺利安装好了木马。 Hacking, baby! Nail him. We're gonna nail him the way he's been nailing Stephanie. 可他们只是完成了第一步，门口就传来了小伙和女儿的声音。老德赶紧关掉显示器，迅速地躲在了桌子底下。芬妮还在为基金会和休学的事情抱怨，听到女儿说老爸考虑的不无道理，桌下老德兴奋地挥拳庆祝。在莱尔德的甜言蜜语下，女友的心情很快便恢复平静。 可是氛围渐渐变得不对，二人竟在办公室里开始亲热起来。桌下的老德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然而他这一晚并不是一无所获，员工小胖顺利地查到了秘密，基金会竟有着400多万的负债。他赶紧找到女儿，指出莱尔德一直都在骗他。Is this for real? Yeah, it's true. Korea gang hasn't crushed one in a couple years. So you lied to me. 管家立即站出来解释，表示老板并没有说谎，这只是一部分的股票亏损。游戏公司的生意虽然不好，但是他们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一部分财产。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? It's bad. Down to my last 97 million. 197 million. 莱尔德递上一只圣诞袜子，说给老德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原来上次二人的谈心被他默默地记在了心底里。于是莱尔德花了37万收购了老德的印刷厂。Ned, I purchased all your debt as a Christmas present. 莱尔德认为自己解决了老德的燃眉之急，本以为会得到他的感谢，可是他完全忽略了对方的自尊心。So what do you say, partner? 老德一怒之下动了手，好好的平安夜被老德的冲动闹得不欢而散。他不好意思再待下去，连夜带着妻儿飞回了老家。可是刚一进门，竟发现厂里的员工都在家等着自己，全都是来表达感谢的。这温馨的一幕彻底打动了老德的内心。他意识到莱尔德的做法并不是在伤他自尊心，而是帮助自己所有的员工都保住了他们的饭碗。
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响起了巨大的呼啸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原来莱尔德乘着私人飞机将芬妮送回来陪家人过圣诞节。 Glad to see you. Christmas in California together like I planned before everything went to shit because you made it all about yourself. You both did. 芬妮生气了，认为父亲和男友都没把自己当人。他可不是圣诞礼物，可以被送过来又送过去的。莱尔德趁机向老丈人道歉，承认自己的确考虑不周。然而老德也已经意识到了错误，邀请他一起过节，表示自己完全认可他这个人了。 You didn't propose? How could I? I never got your permission, and we pinky swore I wouldn't ask without it. 老德感到很是意外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守信，表示自己愿意为2个孩子送上祝福，得到了老丈人的肯定。莱尔德当即就准备开始求婚，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，其余的仪式一切从简。可是芬妮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求婚，这把父母2个都整不会了。芬妮终于清楚了自己的目标，她想着还是先完成学业。 And I'm gonna finish school. For me. Because that's what I want to do. 芬妮选择了自我追求，老德为女儿的决定而自豪，莱尔德也尊重女友，选择推迟了求婚进程，而这一切都源自于爱。电影里想表达的爱，其实就是接纳和放手。老德最后接纳了莱尔德，放手让女儿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我们要学会在接纳中放下执念，在放手中守护真心。